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，与其你说是班主任，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。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，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。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，但也没那么差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九瓜，今天来和这个胖胖威老师啊，一名年轻的班主任聊聊天啊。你好。你也是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班主任啊，95后是吧？对。你是在上海一个比较有名的高中，还是说普通高中呢？名字我们就不讲了啊。好，应该算是普通高中，它是大学的附属高中。你本人是一个大连人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怎么会来到上海教书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觉得在老家的话，现在经济不太好。因为我研究生念完了，本身是211毕业嘛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2门外语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有门什么英语，还有英语和日语我都会说。哦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学历再加上这一门技能，应该能在大城市活下去吧。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在外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，或者说一种体验吧。就更多的其实我没有抱很大的目的性，我觉得这个算是人生的一个经历。然后在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我想再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。上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，从小就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在想，那我就选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来看一看。对，我知道我可能留不下来在这里，但我甚至都没落户嘛，因为我学历可以落户，但是我没有落，所以我最终还是一定会回家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体验，所以我就选择来了。你来上海教书的话，已经多少时间了？我是今年3月份来的。你是就应聘直接进去的？直接进去的，因为我们算是就是要笔试面试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都通过了。你现在是在里面教什么呢？我是在里边最早的话，我是考的是外语老师，但他们外语老师在当时的岗是已经满了。英语对吧？对，所以他先让我当班主任，然后到今年的话，他们缺日语老师，于是我就转型教日语了。现在这个高中里还有教日语的？对，因为上海的话，它是小语种可以高考，就是孩子可以任选，英语、日语你自己选，甚至有西班牙语、德语什么都有。那么你现在就等于是教日语的班主任是吧？对，教日语的班主任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你这么年纪轻，30岁不到的班主任应该不多吧？不多，确实很少。像你跟这个学生的年龄，一般你高中生嘛都16、17岁的。对对对。跟你也差不了多少，10多岁。对。会不会关系更近一点呢？相对来说跟他们更有话题，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。然后什么明星啊，我也都喜欢。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。有时候因为孩子我可能去看自习啊，我就会坐到他们那个座位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任课老师一个化学老师进来说，你们班主任呢？班主任在后面，在后面聊天呢。我说我在这儿，就我在学生里面，他们有时候会看不到我。因为你长得也确实很年轻对吧？也跟学生差不多，看对，淹没在里面。因为我小时候我经常被班主任骂的，我感觉班主任好凶啊。你倒是对学生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我最生气的话可能也就吼2句，但是一种战术，为了让他安静下来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我跟他们都更多的像朋友。那么像老师这个工作强度的话，一天的话工作多久呢呀？你要当班主任的话，基本上就是12、13个小时是要的，因为我一般是要7点50左右上学校看早自习，晚自习是8点下课。但是如果你当任课老师的话，我们是早8晚5，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双休，就相对来说还是好一点的。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，与其你说是班主任，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。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你，你大到这个可能考学升学，小到这个头疼脑热，什么都要找你。那做老师的话，你这个收入觉得怎么样现在？因为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，但也没那么差。我们这行基本就是底薪加课时费，因为我是班主任的工作要更多一点，所以相对来说我的课时一周其实也就10几节，但是如果你纯教课的话，你一周大概要20多节，所以就是底薪加课时费的话，我一个月是可以扣完五险一金，还能剩个1.3万左右吧。但是如果说你可能职称更高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初级老师嘛，如果你能当上什么高级职称啊，什么骨干评优啊，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行收入还可以，但是也是要熬年头，因为很多可能大家觉得老师他什么好，他就是寒暑假嘛，你不上班也有基本工资，尤其是不是很差钱的人来说，一年大概有个3、4个月的时间都在放假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。你3月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暑假了，那你2个月在干嘛呢？我暑假第1个月是研究生要在毕业，所以我在整学校的毕业的事情，然后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忙那个，因为我老家那个房子我在装修，然后就是忙一些那些事情。像今年的寒假的话，我应该会出去打工。打算做什么呢？我可能就是去横店当群众演员。你这个想法有点太突然了吧，有点。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，然后我更多的觉得人生可能还要一部分是在体验，所以我是希望人生能够多姿多彩一点。我很喜欢当收纳师，就帮别人收拾卫生，这是我特别喜欢干的事情，解压治愈是我的人生理想，我就很想干这种活。